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的中国风化妆品丰富大方，是化妆品好像没有化妆品的提升度。化妆品方面，只要懂化妆品的妹子都会考虑欧美化妆品和日韩化妆品，但是霸道的欧美化妆品因为空白区域极小，小白入手难度很大，而且它与简单而丰富的日本化妆品不一样。对比和韩国化妆品，对敏感的面部亮点几乎没有欣赏。人们往往会看到制作令人愉悦的化妆品绝非易事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大众化化妆品，这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是合理的。绝对有令人信服的理由，需要尊重局外人，追求方向，因为大众化的化妆品比欧美日韩化妆品更明确。它同样看起来非常三层。大名鼎鼎的小哪吒 Melody Ziller 之前也展示过欧美装扮，不过化妆品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他自己的照片，但是穿上之后大众风的化妆品，不仅面部元素更加不言而喻，就连香气也格外出众。赵丽颖现在越来越华丽了，很多网友都在质疑赵丽颖有没有被整过。事实上，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接触它，而是改变了她的化妆品风格。画过中风化妆品的赵丽颖看起来很有质感，化妆品好像没有化妆品的提升程度。大众型化妆品对于欧美化妆品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强项，化妆品看起来蜂拥而至。它不像日本和韩国的化妆品那么水平，它没有三层的区别，但无论是唇彩还是眼妆，一切都围绕着适当的色调，让别人看到它在化妆后看起来很惊人。此外，大众型化妆品完全适合亚洲人的脸型。那些大眼睛、高颧骨、方脸的妹子说化妆品不合理，这倒也不是，面部元素上的小瑕疵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要你有大众型化妆品的天赋，你依然是这条路上最华丽的小姐姐。让姐妹们真正了解大众风的化妆品。大众型化妆品更注重面部亮点的程度和线条的变化，但重要的原因是要有完美无瑕的基础化妆品。这款底妆不仅要有特色的光彩，还要有哑光顺滑的妆感。这是为了远离一身死白底的面纱，也远离日韩水光闪闪的肌肤，也远离纯正的哑光妆容等欧美妆容没有直白的感觉，而是做出有特色的白亮。在基础化妆品之前，一定要先通过化妆品之前的饱和和防晒策略。这些姐妹们都知道的手段的微妙之处不会被描绘出来，之后的化妆品会更加温和。如何让基础化妆品不加白脸，做出三层规则的脸型？这是对光与暗之间的分割线充满希望，也就是颧骨的分割线和塌陷线。从耳朵到颧骨的部分称为外形，其余为内形。为什么我们亚洲人的外表看起来不像欧美人的三层？就是因为塌陷不是不言而喻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正常的三层形状。加强面部的折痕线很重要。涂抹基础化妆品时，先用一半涂抹在内部形状上的液体涂抹在内部，然后以圆形运动涂抹，这样化妆品可以更正常的与皮肤结合。比如我们看刘诗诗的化妆品，看起来眼部化妆品并没有特别涂，但事实证明神境兼备，这是大众眼妆中的常规分层。这是中心问题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需要让化妆品不能错过，好像我担心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使用了眼部化妆品。橘红色的眼影一定会更讨人喜欢，尤其是眼眶粗大、单眼皮的妹子。相关 N 哑光大的色更适合减少扩大和扩大眼睛形状，简直就是大地之音的地方，是专门眼光的试炼。如果没有正确使用它，它会变得更大。姐妹们可以尝试用最重最朦胧的主笔，在中间位置翻滚到睫毛根部，然后稳步向外展开，类似这样在中间建立深度是正常的。假设有几个妹子颧骨很大，同样可以通过眼影改变脸型。你可以尝试拉长眼睛，目的是让眉毛和眼睛之间显得更加极端。如果眉毛下方的存在被强化，影响将更加不言而喻。点睫毛根部慢慢平行向后拉，继续加深眼尾，在最后一个位置开始向后向上拉，直到停在眼睛的最高点，再配合上扬的眼线而卷翘的睫毛，若隐若现，精致的眼妆妆容很到位。
眉毛在国风妆容中极为重要，眉峰不仅简洁利落，而且还很温柔。赵丽颖的成长和蜕变是很合理的。之前的赵丽颖一直都是平淡无奇的韩式眉毛，戴上现在的中国眉毛后，气场立刻就提升了。因为日韩眉在眉毛上没有太多修饰，有种纯真的感觉，这也是很多眉毛不好或者没有眉毛的人都不愿意画的一个因素。而且和欧美的眉毛相比，激烈的宣传并不适合她日常妆容，于是柔和的中国眉毛应运而生，既有日韩的温柔，又有欧美的气场。当您看到这一点时，您还应该注意以下特殊事项：不要急着画，要先找到笔的位置。从内眼角往下的延长线就是眉头，眉峰在眼线的3/5延长线上。而且中国人的眉毛需要虚实相交，也就是眉头要剪到眉峰处开始加深。而眉毛怎么画，画多长时间取决于自己的风格和心情，没有硬性规定。但是在画眉毛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清楚地知道眉毛的线条和眉峰。还有修腮红的部分，国风妆需要一张开放大气的脸，脸上虽然留白较多，但没有欧美妆容的拥挤感，也比日韩妆看起来更有立体感。如果你想让你的脸看起来有立体感，你必须谨慎开始。先用粉色腮红从苹果肌向上涂抹至眼部区域，再用橙色腮红涂抹于颧骨下部。就算要掌握轻，也要从轻做起，不然修的过脏感觉会很明显，最好不要修。3字剪发很有用，修整的姐妹们要记住，是从颧骨往下合拉的，尖角就是颧弓下线的位置，它在哪里并不重要，您可以通过手动按下它来找到它。国风妆容还有一个特别鲜艳的红唇，迪丽热巴的雪皮红唇看起来很显眼，所以选择红唇色绝对没有错，并且要注意口红的质地，哑光质地的口红会更高级。中国的嘴唇也很讲究，好看的唇形比例一般遵循上唇和下唇的比例1:1.5左右，不过姐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唇形调整。中式唇不是咬唇妆，它要求唇线的清晰，而对于嘴唇模糊的姐妹，在涂口红之前一定要先画好唇形，然后再用棉签进行修饰。其实简单好看的国妆并不算太难，只是更注重细节的装饰，所以姐妹们一定要体验和尝试里面的小细节，很快就能做好。地面特别轻薄，像冰淇淋一样，又滑腻又蓬松。02沉香种花，诚意3个角色演绎不同年龄男人的爱情。沉香种花无缝对接沉香如屑的播出，随着新角色的不断推出，应远的父母玄烨和冉青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们应接不暇，称其为第一次爱上男主的父亲。这部剧的上下2部都是由程毅饰演的3角角色，他的演技有多爆炸，小编就不用多说了。人物的表现和态度当然也和他们的性格有关。让我们仔细看看这3个角色所表现出的爱情。01唐周少年的稚嫩火热的爱情。小编为什么要先说唐周呢？虽然他的出场顺序是在应元帝之后，但他的年龄定在了10几岁，而且因为程毅的精湛演技，高马尾和刘海显得十分稚嫩，谁不爱这样一个穿着新鲜衣服和愤怒的马郎呢？在唐周和Y之后，安丹在凡间相识，虽是死敌，却齐心协力，除恶扬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唐周逐渐改变了对恶魔的看法，逐渐被燕丹吸引。小编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很暖心也很伤心的细节情节。令人非常兴奋的是，在护送圣德回师门的路上，圣德为唐周满心欢喜，甚至向颜丹坦白自己喜欢唐周。那时的颜丹虽然不懂爱情，但对唐周的感情却依然存在。他无法掩饰，他只是不知道而已。颜丹让唐周送药到圣德一探究竟。在傲轩的事情发生后，他们对圣德已经产生了怀疑。唐周渐渐朝颜丹走过去，盯着他看了一眼，退到了门口。想到唐周要当墙洞了，顿时从深情的凝视变成了鬼脸，一脸的孩子气，让燕丹很生气。唐周却只是笑着说：“开个玩笑。”小编真的很喜欢这一集，看了很多花絮，都说当时程毅有空玩。不得不说，程毅年轻时的爱情把握得非常准确。当谈到做鬼脸时，他很适合青少年会做的事情。另一个让人心碎的细节是，唐周带来了法戒。
为了成为凌霄派的继承人，他不得不断绝了自己的爱情和爱情，但他还是不自觉地被感动了。周暗暗心疼，但他依旧固执，从未表达过对严丹的爱意，却被玉墨发现了。看到唐周受伤，便带着他去泡冷水。唐周一个人承受着情感带来的伤害，却无法控制，却没有告诉严丹。总之，这个细节似乎很伤感。唐周对严丹的爱是那么的纯洁火热，充满青春的喜悦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02应援公社的敬爱，最先登台亮相的应远，可以算是事业发展中遇到爱情的男人。由于严格的规定，仙人是不能有感情的，而应远的上司帝尊一直告诫他不要谈恋爱，不要忘记自己作为皇帝的责任。总的来说，应远作为打工者，不得不听老板的话，心肠冷酷，所以对自己的事业非常重视。在天界的时候，应远已经位列4皇之列，身份尊贵，严丹只是个小仙女。应远和燕丹虽然有天宫的牙相伴，但应远还是选择了现实很清楚，放弃了这段关系。从始至终，他都不肯承认自己对严丹有感情，所以严丹很难过，拼命跳下桥。那个时候，应远那句疯了堪称经典，不仅说严丹疯了，还说他跳下去犯规发疯了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虐恋关系。那么应远为什么会爱上燕丹呢？天宫的陪伴只是其中很浅的一部分因素，大部分是因为泥土和悬崖。那个时候，应远是最坏的。他向任何人隐藏自己，并计划等待死亡。可没想到燕丹竟然对对方心疼，应远深为感动，只是回到天宫，却认不出来了。这段感情大概是这部剧中诚意3个角色中最不感人的。03玄烨成功企业家的霸道爱情。说起应远的父亲玄烨，谁忍不住呢？和狂批的渣爹玄烨比起来，男主应远实在是太没用了。虽然说玄烨是修罗族的王，但剧中的设定却被认为是反派。他设计亲近冉青，以美貌引诱冉青爱上他，从而达到毁天灭的成为3界之首的目的。但他没想到会坠入爱河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玄烨逐渐爱上了冉青，生了一个孩子迎媛。但直到冉青知道自己被利用后，在爱与忠诚之间，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犯错。所以玄烨刀剑相向，玄烨那句别执着，做我的女王简直不要太经典。这个时候，玄烨成功了，冉青却很生气。为了平息妻子的怒火，他说出了这句话，既安慰又霸气。简而言之，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句子。可以说，爱情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表达。那么你最爱谁？唐周。